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杨云墨一身狼狈地坐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，他有些局促地瞥一眼坐在对面的男人，张嘴时一丝血迹渗出。宋警官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平生第一次进警局就偶遇了前男友，他也算是够倒霉的了。把事情交代清楚，你就能走了。宋雨成打量他一眼，眼底闪过一丝心疼，却很快被掩盖了。一个女人一心想着嫁入豪门，随便见一面就掏心掏肺，这不正钻了骗子的圈套？杨云墨微顿几秒，为难地开口：我和王北阳是相亲认识的，因为彼此都着急结婚，而他又出手大方，我就一口答应结婚的事。他给我10万的彩礼，却要我跟他回老家办婚事。本来我没有怀疑，但就在我们去到加油站的时候，我不经意听到他跟同伙的电话，所以就在往云南去的路上，我跳车逃生了。那当年跟我提分手，也是为了找一个更富有的下家了。宋雨成平静地问。他先是一愣，才又苦涩的一笑。宋警官，这个问题案情无关吧？我之所以急着结婚，是想拿着彩礼给我妈治病，只是遇人不淑，不凑巧的遇到了人贩子，这不犯法吧？宋警官，局长让你过去一趟。宋雨成看一眼杨云墨，先把他带去值班室，等我回来。交代完后，他头也不回地起身离开了。警官，我现在能走了吗？杨云墨着急去医院，因为今晚他妈妈动手术。这个案子是宋队长负责，所以要等他回来你才能走。你还是跟我先去值班室吧。见无果，杨云墨只能跟他离开审讯室了。他无力地坐在值班室的椅子上，望着桌上他穿警服的照片，竟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曾经他们是大学同学，而他也是他的初恋，就因为他要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，不得已休学回家，才提出分手的。现在想来，难舍难分，痛苦的时刻仿佛就在昨天。我能进来吗？值班室的门打开了，一个一身警服的漂亮女人，手里拿着一个饭盒，正笑盈盈地望着他。但杨云墨却从他眼神里察觉出一丝的防备。听说你是雨成的朋友，还没吃午饭吧？这是我特意去食堂给你打的饭。女警官殷勤地给他打开饭盒，递给他一双筷子，一双美眸温柔地盯着他，却让他有些尴尬了。我自己来吧。杨云墨实在受不了被人伺候的感觉，更何况还是另有目的的。我也不瞒你了，其实我是雨成的未婚妻，我们俩已经打算年底结婚了，到时候你要记得来参加婚礼呀。女警官说完，递给他了一杯水。那恭喜你了。杨云墨嘴角挤出一丝笑地说。周念清，门突然推开了。宋雨成正一脸狐疑地盯着叫周念清的女警官，见状，杨云墨直接别过脸去了，低头继续专心地吃水饺，只觉得食不知味了。一个是前男友，另一个前男友的现任女友，他只想找个地缝钻进。我来给你朋友送水饺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出去了。今晚我还有事，你不用等我下班了。宋雨成说完，见周念清乖巧地点点头，门就再一次的被关上，气氛变得更压抑了。好吃吗？他温声地问。杨云墨附和的点点头，但在迎上他深邃眼睛时，竟发现他正在灼灼地盯着自己，心里漏跳了一下，
才打破沉默的开口：“你未婚妻很漂亮。”说完，他心里却一个劲的泛酸了。当年他们上的同一所大学，现在却是天差地别的境遇。一个是警察局的队长，而他却连大学都没读完，甚至为了母亲的医药费，还险些被拐卖去了外地。你不关心自己的案子，反倒关心起我来，我是不是该感谢你的关心呢？宋雨成将饭盒移开，不给他继续逃避的理由。两人四目相对，仿佛空气都变稀薄了。你同事跟我说了，只要你回来我就能走了。他笑着解释，因为你的报警，我们抓获了贩卖人口的一个团伙，作为奖励，这是警局给你的奖金。宋雨成将一个装钱的纸袋递给他，帮我给更需要的人吧。杨云墨将钱还给他后，起身欲离开，却被他单手抓住了胳膊。杨云墨，你宁愿跟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结婚，也不接受我的帮助，如此作践自己，这样有意思吗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他挣脱了他的控制，头也不回地离开值班室了。错误的时间，遇到依然爱着的男人，杨云墨觉得他真是衰到底了。他不仅没能保住母亲的命，还把老房子给卖了。现在的杨云墨或许真的一无所有了，所以他决定去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。几年后，一个下着细雨的晚上，杨云墨正在疾步往前走，想着摆脱身后的尾巴，却因为一个轿车急刹车，让他猝不及防地摔倒在地了。车子已经扬长而去，而他想要再站起来，却发现脚扭到了。瞥一眼身后由远及近的身影，他心里吓得砰砰直跳。老公，我已经到楼下了。杨云墨握着手机，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。电话那头的宋雨成听他发颤的声音，心知不妙，急促地问：杨云墨，你现在在哪？能给我发一个位置吗？职业的敏感度让他猜出杨云墨可能遇到危险了，心一下子悬在嗓子眼了。老公，我在南城的南江街道，离我们家还有50米了，你已经过来接我了，真好，老公。他隐约发现身后男人已经离他一步之遥，吓得他后背都冒出冷汗，刚想抬腿就跑，却被身后的人一把扯住胳膊，一个踉跄，他就重重地摔在地上了。眼看就要被男人轻薄的时候，一个黑影的闪现，让男人气急败坏地抽出匕首，3两下的较量，男人就被宋雨成打得落荒而逃了。万幸，杨云墨打电话的时候，宋雨成正好在他附近，才没有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。你受伤了？他发现宋雨成手臂正往外渗血，一脸的惊恐，情急之下直接拿丝巾帮他摁住伤口了。你在关心我？宋雨成有些感动的笑笑，是人都会关心一下的好吧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杨云墨说完就去路旁打车，却被他拽回到身旁了，一脸淡漠地说：小伤而已，去你家帮我包扎一下呗。他本想反驳，但想到是他刚刚救的自己，只能点头同意了。杨云墨是被他牵着手回到小公寓的，看着他厚实的背影，他竟然嘴角不经意地上扬了。这种亲密的举动，5年前的时候他们经常做，现在却只有拘谨了。你很紧张？他将他抵在刚出电梯拐角的墙边，似有一丝玩味地问。这是邻居们出电梯的必经之路。杨云墨紧张的手心出汗，但还是故作淡定地说：我紧张是怕你讹上我。
他轻描淡写的解释。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私。电梯门再次打开，他们俩也适时的分开了。在邻居异样的目光中，宋雨成拉着他手走进小公寓了。客厅里，橘黄色的灯光下，杨云墨笨手笨脚地帮他包扎伤口，宋雨成一脸深意地盯着他。5年前你休学，是为阿姨的病；3年前你突然离开，是为了躲我吗？他手一顿，继而迎上他的目光。我那么无聊。说完，杨云墨低头继续帮他处理伤口了。就算被猜出原因，他也没打算承认。彼此无缘的2个人，没必要事事讲清楚吧。杨云墨，我已经分手了。哦。他处理好伤口后，起身就往厨房走去。再回来时，他手里多了一杯茶，家里只有这个，你就将就喝吧。我已经调到这边上班了。他灼灼地盯着他，3年后又重逢，说明他们是很有缘的，而且他也从未忘记过他。宋雨成想要握住他的小手，却被他及时闪躲了。宋警官，伤口也处理了，茶你也喝了，现在夜已深，你是不是该离开了呀？杨云墨明天还要一早回公司开会，实在没精力陪他叙旧。生活不易，他现在最不奢望的就是男人的怜悯。他有手有脚，能够照顾好自己，也并不缺爱，所以没有吃回头草的打算。杨云墨，你现在还是单身？一室一厅的房子，清一色的女性用品，可见这些年他一直是一个人过的，这让他眼底露出一丝喜色。只是刚单身而已。他不想露怯，所以随便扯了个谎。宋雨成猛地翻身，将他压在身下了。四目对视，他一脸严肃地说：你和我现在都单身，不如我们再试一次。杨云墨被他的话整愣在原地，而宋雨成低头吻上了粉唇。起先2人还在僵持，到最后杨云墨只能被动地由着他亲昵。许久之后，2人相拥在沙发里，他轻咬他的耳垂，低低地说：杨云墨，我是认真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他富有磁性的声音让他有些松动了。你跟周念清分手，不会是我造成的吧？他有些忐忑地问。宋雨成在他唇上吻一下，才郑重地说：我们是性格不合，和平分手的。听完这话，杨云墨先是一愣，继而在他薄唇印上蜻蜓点水的一吻，才在他耳边低语地说：宋雨成，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呢？人们都说初恋是苦的，而他却跟初恋总纠缠不清，因为舍不得。话落，他们再一次的相拥在一起了，深吻亲昵，一切都发生的恰到好处，而又让人回味无穷。在分开5年后，杨云墨又跟宋雨成和好了，没有炙热的告白，只是无尽的痴缠在一起。分别许多年，他们依然记得彼此的喜好，相互的痴迷，让他们恨不得每时每刻都腻在一起。某天，公司老板的办公室，杨云墨敲门走进去了，他手里端一杯咖啡，正打算发桌上就走，竟被突然回来的李征伸手拦住了。杨主管，我有事找你。好的。他无奈只能站一旁了。见状，李征朝他示意的一招手，不着急，坐下来慢慢聊。杨云墨找一个最远的沙发，缓缓坐下来。不是他不懂讨好上司，实在李征这样的人品，好色又没品，让他不得不防备。杨主管，我打算升你做部长的经理，以后有什么工作问题都可以直接跟我汇报。
李征抿一口咖啡，盯着他满意的说：“谢谢李总的重用。”他完全忽视他的炙热眼神，只当作是一次普通的工作谈话。但李征似乎并不打算放过他，借着起身倒水的机会，趁机就在他纤腰捏一把，吓得杨云墨猛地站起身：“李总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”他的举动让他很是反感。“是吗？我刚才只是没站稳，你不会误以为我要占你便宜吧？杨主管，我也是有家室的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要乱讲的。”他装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笑着说教着他。“那我就先出去了。”杨云墨才走了几步，就听身后传来声音：“杨主管，我对你一直很器重，你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。对了，今晚有个应酬，你们部门的人一个都不能少哦。”“知道了，李总。”他从办公室出来，就直奔洗手间了，用冷水洗一把脸后，才长吁一口气地望着镜子里绝美的脸上，惊魂未定。若不是为了养家糊口，这样的工作他早辞800回了。“你没事吧？”同事林锦轻柔地拍一下他后背，一脸关心地问：“还能坚持？”杨云墨朝他苦涩的一笑，在这个公司里，没被李征咸猪手的女员工几乎为零，谁又不是为了生活一点点地熬过来的呢？这或许就是女性在职场说不出口的委屈。“你男朋友不是警察吗？找他给你想想办法，最不济你就辞职，让他养你啊。”因为杨云墨跟林锦是同一天进公司的，所以他们关系还不错，闲暇时总会聊起彼此的男朋友。只是林锦就没她的幸运，男朋友已经失业半年，这段时间都靠林锦养着，所以两人的关系有些微妙，时不时就在闹分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林锦更不敢提辞职了。他挣的也不多，而且我们刚交往不久，还是不麻烦他了。杨云墨说完，给自己补一下妆，就招呼几个同事去开会了。而一旁的林锦却被李征叫去了办公室，直到临下班才踉跄走出来。而他眼眶通红的样子，正巧被杨云墨瞅到，刚想问个明白，他就被一个电话给岔开了。夜幕时，高级餐厅的包间，李征不过是扫一眼副总经理，就见他心领神会地端起酒杯：“杨经理，你今天升职，为了表示祝贺，我敬你一杯。”“谢谢。”杨云墨举起酒杯微抿一口，只觉得酒里有一股其他的味道，刚想换杯新的，就被李征点名了：“杨经理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对了，林锦请假，他的那一杯你也替他喝了。”“好的，李总。”杨云墨乖乖喝了酒，但他没傻到都咽下去，而是借故擦嘴都涂纸巾上了。两个人一起灌他，明摆着没安好心。他在李征提醒下，终于想起林锦的事，想着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，不行就过去一趟，总觉得今下午有些不寻常。“默默，你在哪里聚餐？我过去接你。”杨云墨吃到一半，就收到宋雨成的信息，他笑着给他发了一个位置，在抬头时，就见李征已经站在他身旁了，眼神炙热地盯着他的领口。好一个色心好胆包天，就让他猛地站起身来：“李总，你是要加菜还是要酒？我去跟服务生说。”他只是想逃离这里，出去透口气了。“你帮我再去要2瓶好酒。”他笑呵呵地说。杨云墨终于能出来喘口气，可是站在门口被风一吹，他竟突然头晕得厉害，
就在他要扶墙站稳的时候，李征突然站他面前了，吓得他想要后退几步，却被他直接给拽怀里了。僵持不下，李征攥紧了他的手腕，一脸邪笑地压低声音说：“杨经理，我看你有点喝醉了，让司机送你回家呀。”他凑近的脸险些就要吻上他的嘴，杨云墨想要挣脱开，却发现浑身变得瘫软无力。现在终于明白那杯酒为啥有股怪味了。李总，我男朋友马上来接我，就不用麻烦司机了。杨云墨还想着挣脱，因为力量悬殊，他反倒被拽着走出餐厅了。眼看就要被扶着走上车，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把他放开。宋雨成，他一脸惊喜地望着他。李征见来人一脸的不威而怒，抓着杨云墨的手终于松开了。杨经理，这位是？宋雨成将他护在身后，冷声替他回答：“我是默默的男朋友，既然我来了，就不劳李总送他了。”那好，那你们路上慢点，我还要招呼其他同事，就不亲自送你们了。李征识趣的又走进餐厅了，看似风平浪静，但他心里却暗自发誓，早晚一天，他要得到杨云墨。与投怀送抱的林锦相比，数次未果的杨云墨才让他更心里痒痒的。车里，宋雨成刚给他系好安全带，就察觉出他的异常。默默，你没事吧？宋雨成，我好像喝错东西了。杨云墨说话时，声音都变得发嗲起来，看他的眼神也透着一股子欲心好念，让宋雨成第一时间猜到他说的是啥意思了。他看一眼导航，找一家离这最近的酒店，猛踩一脚油门往那边驶去了。一夜欢愉过后，宋雨成已经累出一身的汗，他宠溺地在他脸颊啄一口后，帮杨云墨盖好被子，这才径直走进了浴室。一个公司老板竟敢欺负女下属，作为男朋友的他是绝对容忍不了的。清晨的阳光洒在杨云墨脸上了，让他慵懒地伸下懒腰，微睁美眸的刹那，正好看到由远及近的8块腹肌，就让他猛咽一下口水。宋雨成因为长期健身，身形修长有型，是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完美体现，难怪杨云墨都能看吃呢。杨云墨，你看够了吗？他宠溺轻敲他的额头，竟被杨云墨单手搭上脖子了。他笑盈盈地开口：“宋警官，昨晚感谢你救了我，你舍己救人的好品质，让我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这么佩服，不如以身相许。”他半开玩笑地说。杨云墨笑着摇摇头：“怎么，你不愿意？”宋雨成将他抵到身下，眼神灼灼地盯着他：“我哪敢不愿意，不过现在再不起床，上班就要迟到了。”杨云墨见他一动不动，只能凑近吻上薄唇，两人又亲昵好一会儿，他才得以从床上赤脚走下来。正在洗手间刷牙的时候，宋雨成从身后环住他的纤腰，深情地说：“默默，我已经帮你打离职了。”啊！他忙转过身，一脸狐疑地望着他：“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”虽然昨晚险些出事，但他离职这事不应该自己商量一下吗？突然觉得有些不舒服了。宋雨成安抚地抱住他，低声地说：“默默，他都想到给你下药了，我还能坐视不理吗？你的新工作我已经帮你找好，薪资还有待遇都比之前好不少，你不会觉得我自作主张而生我气吧？”他问得有些没底气。
当然不会。话说一半，杨云墨手机这时候响了，他忙按了接听键。张姐，是我。杨经理，老板让我通知你，今天可以来拿工资。杨云墨挂了电话，就朝他眨眨眼地说：财务张姐的电话，让我去结工资。宋雨成，你真是神人啊！我今天要上班，不然我就陪你一起去。他用指尖抚平她的皱眉，踮起脚尖的再薄唇吻一下，才笑盈盈地说：我没你想的那么弱，一个人可以的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。杨云墨一直都不奢望男人的爱，但在这一刻，他竟很庆幸自己能够再一次跟宋雨成在一起。父母离世后，他就是一个孤儿，但有了宋雨成的陪伴，他才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了。公司财务室的隔壁，杨云墨刚走进来，就看到等他的不是李征，而是老板的妻子，心里还在疑惑呢，就被他抬手打了一巴掌。昨天在办公室跟李征鬼混的女人，就是你吧？我不知道你什么。老板的妻子扫一眼桌上的工资结算清单，鄙夷地笑着说：你以为从公司离职，我就不能拿捏你了吗？杨云墨，你要是没跟李征有一腿，他至于给你3倍的工资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给别人当情人是要下地狱的。哼！杨云墨余光一瞥，门缝站着林锦，见他慌忙闪躲的样子，大约猜出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其实昨天的女人另有其人，想知道的话，你靠近一点。眼看老板娘走近了，杨云墨抬手给她了一巴掌，搞不清楚就乱打人，这是还给你的。说完，他笑着走出办公室了。他是脾气好，但不代表就要给别人顶屎盆子，如果说不清楚，那就动手好了。杨云墨，林锦一路追出来了。为什么冤枉我？杨云墨淡漠地扫他一眼，冷冷地问：曾经是最好的朋友，现在竟变得极为疏远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杨云墨，你能不要恨我吗？杨云墨扑哧地笑了。恨？他对无关紧要的人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感情。杨云墨，那你是原谅我了？林锦一脸惊喜的想要伸手握住他的，却被杨云墨嫌弃的躲开了。林锦，跟着李征不会有好结果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才走出去几步，就听身后传来抽泣的哭声。杨云墨，你以为我想吗？我是被他强迫的，说起来我才是那个受害者，你们为啥一个个都要质问我呢？杨云墨止步转过头来了，那就祝你活该喽。有人艰难地活在世上，却一心向阳，而有人总在抱怨世事不公，却削尖脑袋的甘愿沉沦。或许金钱真是好东西，而他则觉得够用就好。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别人身上，杨云墨更想早回家1分钟，给宋雨成做一顿可口的晚饭，因为只有与相爱的人在一起，才会让他觉得心安。门外，3年不见，周念清还是那副样子，恬静淡雅，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。你好，杨云墨。他笑着先打招呼。进来坐坐吧。周念清没有推辞，笑着跟他进屋了。他果然跟你在一起了。周念清看着客厅2人的合照，嘴角挤出一丝苦笑。杨云墨觉得有些尴尬，忙笑着说：饮料还是咖啡？请给我一杯咖啡。周念清见他在厨房忙活，缓缓走到他身后，压低声音地说：杨云墨，3年前你走后，他就跟我提分手了。
我们都准备要结婚，而因为你的出现，一切都彻底变了。他说与我无关，是你们性格不合。杨云墨将咖啡递给他，淡淡的解释，今天不知咋了，他已经被3个女人找麻烦了，心里有些不爽。这不是分手的最佳理由吗？周念清苦笑地说。杨云墨没再吱声，只是默默地盯着手机，希望宋雨成能快点回他信息。他已经被关着写检查了，今晚是不会回来的。周念清好心的提醒。为啥写检查？杨云墨狐疑地问。周念清迎上他，微微一笑，还不是为了给你找工作，犯错误了呗。杨云墨，你只要出现在身边，宋雨成就变得不理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为你3年前错失升迁的机会。你说你一直在害他，能算真的喜欢他吗？杨云墨端起茶微抿一口，才悠悠地说，周警官，你跟他的事我也多少有些了解。你利用你爸的关系将他约到你家吃饭，后面的事都是你讹上他的。我之所以开始没有揭穿，是不想你太难堪了。你不会以为我很单纯吧？当然不会，周念清敷衍地笑笑。他以为宋雨成毫不知情，原来他只是碍于他爸的面子，而没有说出实情而已。现在的周念清只觉得脸颊发烫，有些羞愧难当了。再见了，周警官。杨云墨站在门口朝他挥手，周念清笑笑后走进了电梯。这一次他半点便宜没讨到，心里到底是不服气的。宋雨成从单位回来时已经接近凌晨了，他简单洗漱后就轻手轻脚地上了床。在他探身关台灯的时候，身后一双手抱住他的窄腰，杨云墨凑到耳边亲昵地说，你回来了。吵醒你了。宋雨成在他额头吻一下，嗅着发丝淡淡花香味，他竟躁动的喉结一紧了，想要跟他亲昵，却被杨云墨单手撑住。我是特意等你的，起来下床，有话对你说。这么隆重，默默，你不会是要跟我求婚吧？宋雨成望着餐桌上的美食和蜡烛，还有醒好的红酒，他刚刚冷静的心又变得躁动起来，看他的眼神也炙热到能把人烫化了。如果说杨云墨的爱是涓涓溪水般的存在，那宋雨成就是狂风暴雨般的炙热，各不相同，却又吸引着彼此。宋雨成，我是一个孤儿，没房没车，就连工作都是你给找的。像我这样普通的女孩，你为啥会爱上我呢？他眼眶微红地问。那不因为我傻吗？宋雨成轻身凑近他脸前，轻柔印上一吻，笑得一副傻憨憨的样子，让杨云墨眼里只有心疼了。我今天没买戒指，但我还真要向你求婚。宋雨成，你愿意娶我吗？他眼角挂一滴泪地问。我等这一天足足等了5年了。默默，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领证。宋雨成一脸忐忑地盯着他，见杨云墨朝他点头，才得意地将他拽进怀里，两人深情地拥吻在一起了。如果杨云墨真的是宋雨成的克星，那就纠缠一辈子好了，不死不休的那种。第2天早上，宋雨成临时出任务了，所以领证的事只能再凑个合适时机了。杨云墨并不觉得可惜，反正他们已经在一起，有没有证他根本不在乎。又是半年过去，期间宋雨成曾提过领证的事，但由于杨云墨一直很忙，所以就一直被拖着，还一脸坦然地说，只要相爱
有没有那张纸根本不重要。听他这么说了，宋雨成也只能宠着。突然有一天，杨云墨竟然接到林锦的电话：“喂，杨云墨，我现在被李征赶出来了，能见你一面吗？”恐怕不行，杨云墨现在过得很好，并不想接触负能量的人，尤其是曾经伤害过他的。我还有关于宋雨成的事，你确定不想听一下吗？这一点果然奏效了。好吧。半小时后，两人在一家咖啡厅碰面了。我给咱们俩点的卡布奇诺。谢谢。杨云墨没有否定，只是敷衍的笑笑。你瞧，我还知道你的喜好，杨云墨，我们本就该是最好的朋友。林锦嘴角扯出一丝笑。我现在更爱冰美式，不过那重要吗？对于林锦的套近乎，杨云墨显然没多少兴致。他淡漠地扫一眼桌面，上面赫然放着2张照片，看清是谁后就显得格外的刺目。原来照片的正主竟是宋雨成和周念清，但仔细辨认后又发觉两人表情有些怪异，就让杨云墨产生疑惑了。林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林锦轻柔的一笑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告诉你过他们曾有过一个孩子吗？杨云墨淡定地看他一眼，没吱声。就算是有过，也一定与宋雨成无关，对他的这点自信还是有的。这个女人确实不是周警官，但却是他的同母异父的妹妹，而宋雨成你的爱人正跟他在一起呢。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吗？我哪里知道？杨云墨没好气地瞪他一眼。在某地的一个犯罪团伙的老巢，宋雨成是心甘情愿当卧底，谁料竟假戏真做了。哈哈，杨云墨，你是不是后悔跟他在一起了？林锦笑的脸都僵了，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有多变态了。他自己得不到的爱，别人也甭想。李征玩弄了他大半年，竟然因为她怀孕了，就一脚踹到肚子上，导致她流产并摘除子宫，眼看没有玩的兴致了，更是将她送给了街头混混。兜兜转转，他竟然发现了惊天的秘密，这才想到来找杨云墨挑明，好满足他邪恶的内心。我永远不后悔。哈哈，你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不过这一次，我就让你彻底死心。他话刚落，就抬手朝杨云墨晃晃手，之后人儿就一走晕倒在桌上了。再醒来时，已是第3天了。杨云墨被抓到了宅子里，他先是扫一眼屋里的陈设，之后透过窗户缝看向外面，清一色拿枪站岗的男人，就让他暗叫一声不妙。你终于醒了。一个酷似周念清的女孩笑着走进来。你是？杨云墨装无辜地盯着他问。我叫苏娜，是被绑来这里的女人，不过我遇到一个警察，他能救我出去，当然还有你。苏娜一脸期待地朝他笑。谁？哪个警察？杨云墨装傻地问。苏娜笑着指向另一间房子，他就住在隔壁，叫宋雨成，听说还是你的男朋友，我带你去见他。说着，他就伸手要拉杨云墨，却被他给摇头躲开了。我不要去见他，他是一个背叛原则的人，更是背叛我们的爱情，我就是死也不要见他。是吗？苏娜有些犹豫的眼神迷离了。杨云墨捣蒜般的点头。宋雨成早在半年前就已经被警局开除了，不仅如此，我和他也因为林锦的掺和，
而草草的分手，不信你可以问林锦。在半年前，杨云墨确实发现他们过于亲密，而大吵一架，这是事实，也是为了撇清关系。毕竟要做卧底，就要一切从头开始才行。苏娜再次扯住他胳膊，这一次杨云墨没能挣脱，被他扯着走进隔壁的房间，里面漆黑一片，透着一股阴森感，还有周身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，让杨云墨忍不住的想要干呕，却在看到角落里的人时戛然而止了。宋雨成，才不过1个月没见，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，难道被发现了吗？杨云墨眼神透着淡淡的样子，让人根本藏不出他此刻在想什么。这是宋雨成教他的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再不能与他有半分瓜葛和亲近。很心疼吧？苏娜攀上他的肩膀，低声问。杨云墨没吱声，而是抬手给宋雨成一巴掌，打完后还假惺惺地用手抚摸红肿的脸颊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太恨你了。宋雨成被他这波操作气得朝地上吐口吐沫，但因为绑着四肢，所以也没能做出过分的事。见状，苏娜终于有了别样的笑，她拉住杨云墨的手，在耳边低喃地说：“跟我在一起吧，我会保护你。什么警察、男友都不如姐妹来的真诚，好吗？”“好啊，但我要看着他死。”杨云墨指着他，一脸恨意地说。不用说为啥恨，但看他现在的状态，就足以让苏娜终于放下警惕了。苏娜轻柔地抚着他的脸颊：“好，等我问过老板，就全都依你的。”而所谓的老板，就是他的义父，也是犯罪团伙真正的大老板。入夜，半夜3更无人的时候，杨云墨只觉得床边有异动，吓得他猛地睁开眼，望着眼前的人儿，让他又惊又喜，怕发出声音，忙捂住自己的嘴，一头栽进宋雨成的怀里了。“你被放出来了。”他笑着微点头，凑近吻上了粉唇。许久之后，宋雨成才娓娓道来：“对不起，把你牵扯进来了。不过你今上午的表现，已经让苏娜相信我是被警局开除的败类，而且林锦已经被抓起来，你也算替自己报仇了。”杨云墨扫一眼门口，有些担心地问：“那你刚放出来就来找我，不会让苏娜怀疑吗？这里不是温馨的小家，而是犯罪团伙的贼窝，他那些不怕都是装出来的。”“怕？我也想见你。”宋雨成一脸委屈地说。“你快走吧。”杨云墨冷着脸要赶他走，却被宋雨成再次拉进怀里，在雪白额头吻一下，才低声嘱咐地说：“默默，恐怕你还要在这待一段时间，或者更久。你害怕吗？”他想也没想地摇摇头。在被抓来的前1个月，杨云墨已经接受周念清的特殊训练，基本的荒野生存能力以及防身术，他已经游刃有余，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柔弱。“我会想办法放你走的。”宋雨成抱紧他，发誓一般地说。虽然情势不明，但他并不赞成让杨云墨留在自己身边，毕竟苏娜是个极度心强的女人，万一出现意外，他恐怕很难冷静自持。不得不说，杨云墨是他的软肋。“好。”杨云墨主动吻上他薄唇，伸手将他推出门去了。或许未来会困难重重，甚至搭上自己的性命，但杨云墨从不后悔，答应跟他并肩作战。不知不觉，在寨子里已经待了半年。杨云墨经历了太多苦涩，
但他一直笑面人生，甚至后来再难见到宋雨成了，他也坦然以对，因为他们有各自的任务，守着彼此无疑是最危险的状态，而此时或许是最好的结果了。3天后的一次交货，就是警察围捕的好时机。等这一天，杨云墨已经等了许久。不管成功与否，他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，而且坚信正义虽迟，但一定会到来的。终于熬到3天后了。在全面抓捕的过程中，两方开火，杨云墨因为被苏娜推出去挡枪，被警察一枪打倒在地。在晕倒前，他瞥一眼正在激战的苏娜，十分的狼狈，终于笑着晕死过去。几天后的一个午后，躺在床上的人儿终于睁开美眸了。你还好吗？周念清低声问。杨云墨笑着点头。宋雨成他人呢？他一脸急躁地问。周念清望向了门口，一个熟悉身影正朝他缓缓走来。默默，我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了。全剧终。